重生后，我亲手撕毁了清北的录取通知书，并且拒绝了2位男神轰轰烈烈的表白，只因前世我选择了其中之一的江离书，他却在我们新婚当天，为了万露露逃婚，气死了我相依为命的外婆。绝望之际，另一位竹马拉着我的手，对我说：“你还有我，我永远不会辜负你。”他陪着走出阴霾，却在婚后对我十分冷淡。我以为他是遗憾我们之间没有孩子，直到一次意外，他不顾奄奄一息的我，去救只是擦伤的万露露，我惨死当场，灵魂飘荡无依之际，才得知我的一生不过是3人的一场爱情游戏。他们早已立下遗书，将所有的遗产全部留给万露露，而我多年不能生育，也是因为他们为了证明对万露露的忠贞，买通医生摘取了我的子宫。重来一世，我决定远远避开他们所有人，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。看到我撕毁了清北的录取通知书，班主任大惊失色：“苏念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今年一中出了4个清北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凭着全市第1的成绩考进去的。”不仅是班主任，全校老师都对我寄予厚望。我神色平静道：“我不想去清北了，我已经申报了国大的专项研究小组，他们答应我会派专门的医疗人员照顾我的外婆。”原来是这样，好，老师知道你家庭条件特殊，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为自己拼一个好前程，报答外婆的养育之恩。我点点头，还没来得及为前世的事情感慨伤心，江离书和赵生便急匆匆地打电话催我下楼。一路上总能看到有人对我指指点点，还有个人在我下楼梯的绊了我一脚，骂了句贱货。我一头雾水，一瘸一拐地站起来，走到拐角处，刚好听到了万露露在和2个竹马聊天。我确实是看到了苏念半夜从清北校董的车子上下来了，可这也并不能说明什么，说不定念念姐确实是凭自己成绩上的清北。露露，你就别帮她说话了，她连成绩都不敢公布，一定是心虚不敢让人知道。是啊，露露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才总是被她骗。她那样心机叵测的女人，什么事情干不出来？加入研究小组后，我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，隐藏了成绩。没想到，这居然成了万露露诬陷造谣我的借口。而我的2个竹马，他们明知道我为了外婆学习有多刻苦，却还是选择了相信万露露的话。我苦笑一声，安慰自己没关系，等我正式入校以后，所有的身份信息也会被隐藏，到那时候，我就可以彻底和他们划清关系，不用听这些伤人的话，也不用傻傻地活在谎言与欺骗里，落得一个凄凉惨死的结局。我假装什么都没听见，走到3人面前：“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江离书一改刚才的鄙夷，笑着看向我：“苏念，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又能在一个学校了，你这些年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。”赵生也同样脸带笑意：“我们又能继续保护你了，不过4年可不够，要一辈子才行。”路过的几个小女生满脸羡慕地看着我，我的心底却没有任何波澜。前世我们4人上了同一所大学，我为了有一个好前途，努力学习，积极参加学校活动，可到最后，我的奖学金、保研名额全都被人暗中操纵换给了万露露。还有人谣传我和校领导有不正当关系，我被孤立霸凌了整整4年。那时候，这2人也口口声声说会站在我身边保护我，可我死后才知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他们。在无数个辗转反侧、垂泪到天明的日子里，他们拿我的痛苦去哄他们心爱的万露露开心。见我沉默不语，万露露酸溜溜地开口：“姐姐的命可真好，生来是锦衣玉食的大小姐，2个竹马都对你死心塌地，我就没有这么好的命了。要没有念念姐的资助，我早就上不起学了。”听到这话，2个竹马全都心疼了起来：“露露，别这么说，你这么漂亮又这么优秀，以后一定会有大好的前程等着你。等你毕业，我就让我爸给你安排个总经理的位子。不，露露，你到我家公司来，
我给你更高的职位和待遇，你想要的我都给你。两人为了万露露相互攀比争论了起来，我忍不住心酸。相识这么多年，这样的承诺与偏爱，他们却从未给过我。果然，装出来的爱比不了发自心底的深情。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江离书看出了我的异样，他有些心虚地拉住我的手：“念念，你别多心，我们对露露好也是因为她是你的朋友。”赵生像小时候一般揉了揉我的脑袋：“别胡思乱想，好不容易考完试了，开车出去兜兜风吧。我们准备了礼物给你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没有拒绝。马上就要离开了，我也想最后看一看这座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城市。到了车库，江离书和赵生都争先恐后的让万露露上他们的副驾。万露露假装为难地看着我：“你们的副驾不是只有念念姐一个人可以坐吗？我要坐了，姐姐会不高兴吧？”江离书先一步把万露露按在副驾上：“她不配，她不会，她脾气最好了。”赵生懊恼地瞪了江离书一眼，满脸不开心地甩上车门。直到车子快要发动的时候，两人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还没上车。他们摇下车窗，面面相觑，尴尬地想要解释，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。“没事的，我开自己的车就好。”听到我这么说，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，却又对我反常的表现感到奇怪。“念念，我把车窗摇上。”不愿听两人虚假的谎言，可是一路上的风景还是勾起了许多难以忘怀的往事。我们三人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从小到大，两人都追在我后边说喜欢我。可惜后来我的父母因为意外离世，偌大的苏家只剩下我和外婆相依为命，一老一少在豺狼环绕的圈子里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家。所以我拼了命的学习，想要早日接下家族重任。而万露露家境贫寒，在学校不受待见。得知她也是孤儿后，我心生怜悯，主动和她做了朋友，出钱资助她上学，鼓励她与我一起熬过困境。没想到，她把我的善良当成了施舍，嫉妒我拥有的一切，用尽手段迷惑了我的两个竹马，和他们一起联手毁了我的一生。感慨间，已经到了目的地。刚刚发生的事情让两个竹马心有不苏，全都殷勤地过来为我开门拿包。“念念，你看，这里是我们小时候常来的公园，我和赵生一起把这里买下来，以后这就是我们专属的秘密基地。”赵生点头：“我已经找人在这里种下你最喜欢的郁金香，等到明年这个时候，就会有一片绝美的郁金香花海。到时候，我们4个人可以一起来这兜风，闻花香。”两人的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憧憬，我却凝视着这片土地，久久不语。这里的确是我们3人小时候的秘密基地，承载了我们快乐的回忆。可我从来不喜欢郁金香，我对所有的花粉都过敏。在我沉思间，大片大片的烟花在头顶绽放，绚丽的色彩拼写出我的名字。在这梦幻般的场景下，江离书掏出一个戒指，递到了我面前：“念念，这是我家传戒指，爸妈让我交给江家未来的女主人。我早就想给你了，一直等到今天才有机会。念念和我在一起好不好？你忘了吗？你小时候溺水，是我不顾性命把你救上来吗？我连命都可以给你，何况是一个小小戒指。前世我就是被两人情深意重的模样给骗了。那时候的我天真的以为我们是青梅竹马，会有一个好的结局，外婆与苏家也能有所依靠。直到死的那天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情深意重也是可以演出来的。正当我要拒绝的时候，万露露突然开口：“念念姐，你为什么和别人说我在外边造你的黄谣啊？现在所有人都骂我。”他把手机举到我面前，学校官网下几百条评论都在说我厚颜无耻，靠身体一路睡进了大学，寥寥几个替我解释的，在万露露嘴里就成了攻击她的证据。赵生一把夺过手机，怒不可遏：“苏念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？你自己不检点就算了，为什么要怪露露？”沉稳些的江离书没有这么激动，
却也用一副质问的目光看着我。我压下翻涌的情绪，我没有。你们要是不相信，可以自己去查。两人谁都没听我的话，全都忙着诉慰万露露。露露别怕，我马上联系公关部门帮你解决。吃甜品心情会变好。我带你去吃巧克力蛋糕。两人一左一右地拥护着万露露离开，谁都没有回头看我一眼。我深呼一口气，漠然地看着烟花燃放后的灰烬。在生死面前，这点委屈算什么？最起码我还活着，还有崭新的人生和未来。我想开车回家，却想起是赵生替我背的包，我只能追上前面三人。经过一片树丛时，赵生不耐烦的声音传来：“露露宝贝，你到底还要我们装多久啊？我真的受不了了。那个苏念现在玩得这么花，谁知道有没有什么病？苏念真是傻得可怜，连古董和假货都分不出来，难怪会被老男人三言两语拐上床。这样的人怎么配做江家女主人？露露，真正的家传戒指只有你佩戴。”万露露楚楚可怜地看向两人。念念姐的确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，可是她对我有恩，我怎么能对她不管不顾？你们要是不按照我说的办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们了。一听这话，两位高高在上的天之骄子立马诚惶诚恐地向万露露道歉，恨不得踩着我，把她捧到天上去。10几年相知相伴的情谊，比不上万露露的寥寥数语。我强忍着眼泪，转过身去，在无边的夜幕中，带着满身疲惫朝家的方向走去。等走到家的时候，原本扭伤的脚踝已经肿得没法看。外婆心疼的不行，拿来药酒替我揉搓。我怕外婆多想担心，便把我上学的事情告诉了她。外婆又惊又喜，我的念念真有出息。外婆年纪大了，能撑起苏家的就只有你了。我含泪点了点头。这么多年了，苏家可算是有了件喜事，外婆一定为你大办一场宴会，好好庆祝。外婆的笑脸和前世送我出嫁时一模一样，那时她以为我遇到良人，满心欢喜，却因为江离书逃婚的刺激，死在了婚礼现场。如今重来一世，我一定不会让自己和外婆重蹈覆辙。外婆年迈，我承担了宴会大小事宜。两位竹马得知消息后，都主动过来帮忙，还带来了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巧克力蛋糕，向我道歉。念念，这么多天不回消息，是不是还在为那天的事情生气？我们不是故意怪你的，是怕你学坏。毕竟对我们这种有身份的人来说，名声是很重要的。我没有原谅，却默许他们留下帮忙。前世他们欠了我太多，恩怨无法两清。我只想今生不再相见。爸妈去世后，苏家败落门可罗雀。如今我一朝扬眉，算是告诉所有人，苏家后继有人，不再是可以随意欺凌的对象。所以外婆极其重视这场宴会，一丝一毫都不敢马虎。宴会当天，名流云集，万露露也一身高定长裙，跟在两位竹马身后施施然入场。她看着豪华的宴会厅，眼中满是嫉妒。念念姐的命可真好，可你出身高贵，成绩优异又怎么样？我照样有办法让你生不如死地过完这一生。话音刚落，大厅的屏幕显示出了我的照片，一张张，全部都是我赤身裸体和不同男人的床照。这不是苏家大小姐吗？这玩的也太花了吧！果然没爸妈教育的孩子就是不行，怪不得别人都说苏念的大学是靠睡出来的，看样子一点都不假。苏家真是完了，都让女儿去当情妇交际花了。这样的嘲讽和议论前世，我经历过2次。一次是我的婚礼，江离书为了万露露公然逃婚，气死了外婆，让我与苏家沦为惊世的笑柄。一次是我的葬礼，我的遗体还没下葬，赵生就迫不及待地在我葬礼上向万露露求了婚，让我的一生成了笑话。想到前世种种，我急忙看向外婆，她呼吸急促，双眼泛红地看着眼前的照片。我的念念不会做这种事，看到她的状态不对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哀求身边人帮我把外婆送到医院，可他们都退避三舍，
生怕沾上我这个不干净的女人。最后，2个竹马从人群中站了出来，江离书主动开车，赵生和我搀扶外婆，急匆匆地赶到医院。还好来得及时，再晚点，怕是保不住命了。我急忙向医生道谢，随后守在外婆病床前调查监控。果不其然，在监控中看到了万露露身影，是她故意调换了照片，那些照片无一例外全都是虚假合成的。我拿着监控要去报警，2个竹马却把我拦了下来。只是一个玩笑，你有必要这么上纲上线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毁了露露？我愣在原地，随后忍无可忍地怒吼了起来。那我呢？我外婆差点死了，她就不怕毁了我，毁了整个苏家吗？赵生急忙把万露露护在身后，重重推了我一把。有完没完啊，苏念，你外婆这不是没事吗？况且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肯定是你先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，才会传出这样的风言风语。如今这些话已经无法刺痛的心。我麻木地推开2人，江离书却一把攥住我的手腕，表情讳莫如深。念念，别自讨没趣，你知道我们2家的实力，不会有律师敢接手这个案子。见我还不愿放弃，江离书的手开始用力。你别忘了，你外婆还在医院，我一句话就能让医生停止治疗。我数3声，不把监控视频给我，我就让人拔掉呼吸机。他当着我的面拨通了一个号码，3、2，我错了。我扑通一下跪了下来，泪如雨下。我不敢拿外婆的命冒险。赵生夺过我的手机，摔了个粉碎，溅落的碎片划伤我的皮肤。他冷脸看着我，有我们在，你永远都别想伤害露露。我瘫坐在地上，直到2人的背影消失，心底的疼痛才蔓延开来，积累2世的委屈终于爆发，我哭得撕心裂肺。年少承诺是假的，竹马之情是假的，唯有伤害是真真切切的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才如行尸走肉般回到医院。我害怕江离书和赵生动手脚，一连几天都守着外婆寸步不离。在此期间，只有万露露不断给我发来消息，2个竹马带着她去旅游，去蹦极，去做了所有我们约定好却未能实现的事情。我把她的号码拉黑，抬头却看到外婆病床前站着2个气宇轩昂的男人，他们朝我敬了个礼。苏念同学，我们是组织派来的医疗兵，请你放心，你不在的时间，我们会保证外婆的安全与健康。我这才惊觉，已经到了离开的时间。我回到苏家，丢掉了所有有关2个竹马的物品，随后头也不回地上了飞机。江离书和赵生都不是我的依靠，我要靠自己，为外婆，为苏家，挣一个锦绣前程。旅行结束后，马上要到了开学时间，江离书和赵生玩得不亦乐乎，可心底却总有些隐隐的不苏。上次万露露的事情做的确实有点太过分了。苏念已经很可怜了，小小年纪失去父母，身边只有一个年迈体弱的外婆，她受人蛊惑，走了弯路，也不能说都是她的错。他们毕竟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和情谊，苏念有什么错？做哥哥的要多提点照顾。这样想着，他们在回家的途中给苏念买了大包小包的礼物。到了家以后，他们提着各类补品去医院看望苏外婆，却吃了个闭门羹。苏老夫人身份特殊，闲杂人等不要打扰她休息。闲杂人等4个字一下刺痛了江离书和赵生。他们和苏念一起长大，不是家人却胜似家人，怎么能接受自己被这么轻飘飘的4个字揽在外边？赵生挽起袖子要动手，江离书微微皱眉，拦下了他。身为江家继承人，他敏锐地察觉到眼前人身份非同寻常。苏念呢？他在哪？让他出来告诉你们，我们究竟是不是外人？面对江离书的质问，对方只冷冷回了4个字：无可奉告。2人灰头土脸地被赶了出去。赵生气得骂骂咧咧，这个苏念脾气真是越来越大了，不知道在哪学坏了。要我说，就是平时我们对他太好，宠得他无法无天。算了，我们去苏宅看看吧。
江离书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，就好像心底突然缺了一块，空落落的，很不习惯。两人开车到了苏宅，苏宅漆黑一片，一个人都没有。这下，原本怒气冲冲的赵生也坐不住了。两人像小时候一样，翻墙爬进苏宅。他们轻车熟路地摸到了苏念的房间，却发现原本温馨可爱的房间变得空空荡荡，除了一片薄薄的灰尘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怎么会这样？苏念去哪了？江离书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我送他的东西都去哪了？苏念不是最宝贝这些了吗？我送的礼物也不见了，还有我们三人的合照，我们的旅游日记都不见了。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那种不苏的感觉彻底占据了两人心底的每个角落。他能去哪？苏家败落了这么多年，不会有人敢收留他，一定是闹脾气躲起来了。等找到他，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。苏家都垮了，他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闹大小节脾气？两人开始打起了电话，向身边朋友询问苏念的下落，随后又吩咐家中保镖四处寻找，直到天明。直到他们将整个城市翻了一遍，都没有找到任何有关苏念的下落。身份证、银行卡，所有信息全都失效了。唯一知道苏念的下落的人，他们也没法靠近。曾经一直待在他们身边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离开的苏念，如今彻彻底底的消失不见，像是化作烟雨空气，再也寻不到一丝一毫的踪迹。江离书和赵生都陷入了巨大恐惧与悲伤中，甚至面对万露露的邀约都提不起任何兴趣。念念去哪了？他是不是生我们的气了？他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们了？寂静的房间，无人回应。那个漂亮聪明的小姑娘再也不会出现。下了飞机后，又坐了很长一段时间专车，一路辗转奔波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老师对我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。苏大才女，可算是把你盼来了。听说你报考清北的时候，我们心都快碎了。这么一个好苗子，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呀！谢谢老师，我一定好好学习，不辜负您的信任与栽培。我朝老师鞠了一躬，看你的履历，很小就对这项研究感兴趣了，怎么会报考清北？面对这个问题，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。清北是江离书和赵生的梦想，我和他们两人是一起长大的，从牙牙学语到长大成人，几乎一天都没有分开，相知相伴这么多年，我不舍得离开他们，于是约定，我们三人要一起考入同一所大学，一辈子都不分开。后来，万露露加入了进来，取代了我的位置。江离书和赵生靠着家里的关系，走的是特招生渠道。为了让万露露也能顺利入学，他们不知道砸进去了多少钱。没想到，走后门的三人居然反过头造谣我是靠身体上位。想到这里，我自嘲般的笑了笑。那时年轻不懂事，信错了人，走错了路。如今好不容易有机会，我不会让自己再走上错的那条路。上天给了我重新来过的机会，我定当学有所成，不辜负我这一生。老师满脸欣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好啊，太好了！开始我还担心，像你这样娇滴滴的大小姐，能不能吃得了这份苦？看你这个样子，我就放心了。以后的世界是你们年轻人的，再苦也苦不过前世。至少如今，外婆健在，我也没有为了两个不值得的人蹉跎半生。”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学习中。一天刚从实验室出来，却迎面撞见了江离书和赵生。我揉了揉眼睛，以为是每天熬夜学习眼花了，可他们却清晰地叫出了我的名字。身旁的师兄小声提醒我：“苏念，你可别惹这俩大财主。听说他们为了进研究小组参观，给实验室投资了2000万。”看到我们说话，赵生一脸不快地把我拽开：“你就这么耐不住寂寞吗？到哪里都不忘勾三搭四。你要真这么恨嫁，直接来我算了。”师兄想替我解释，我深知赵生的臭脾气，示意他先离开，别惹火烧身。江离书还保持着几分理智，
他脸色复杂地看着我。念念，为什么要不告而别？为什么要突然更改志愿？为什么要丢掉我们送你的东西？为什么要离开我们？一连串的问题吵得我耳朵疼。我揉了揉太阳穴，语气很差：江离书，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你是我的什么人？我是……他的手悬在半空，不知如何回答。这一世，我没有答应他的表白，没有对他爱得死去活来。他在我心里什么都不是。至于那点可怜的青梅竹马之情，也早在一次次伤害中消耗殆尽了。一向桀骜不驯的赵生放下了他高贵的面子，他微微低下头。念念，上次的事情是我们做的不对，可你也没必要这么绝情。你知不知道我们找了你多久？两人告诉我。我走后，他们急得几乎发疯，最后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跪在外婆面前追问我的下落。外婆心善，又从小看着他们长大，不忍见他们如此，告诉了他们我的选择。我没有选择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，而是选择了一段崭新的人生。于是他们一路追到了这里，动用所有人脉关系，想尽办法，不惜斥资千万，只是为了再见我一面。可我的心却没有丝毫的波澜。我掏出手机，播放了他们表白那天对万露露说的话，随后面无表情地看向面前的两人：别装了，游戏已经结束了。你们如果喜欢万露露，就去追她，不要拿我的一生当成成全你们伟大爱情的工具。我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。此话一出，原本气势汹汹的两人全都脸色煞白，张口结舌半天，谁也说不出来一句话，只有手机里的录音在一遍一遍重复着。赵生又想抢我的手机，我后退了一步，冷眼看他。这里是研究中心，有专门的苏保人员，你们别想摔碎我的手机销毁证据，也别想拿我的外婆威胁我。提起外婆的时候，我心口传来无法言语的痛。外婆对他们那样好，这些年几乎是拿他们当亲孙子一样对待。夏天的水果茶，冬天的毛围巾，从小到大，所有的点心礼物都要准备3份。可他们呢？他们却在我最需要无助脆弱的时候，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拿着外婆的性命威胁我。我无法原谅，也不会原谅。江离书肃然的脸上闪过一丝心痛。念念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那天我只是想吓唬你一下。外婆也是我们的亲人，我怎么会真的对她痛下毒手？是啊，念念，你忘了吗？还是我们一起帮你把外婆送到医院的。赵生有些着急，可是看了看周围，又不敢上前。我冷笑一声，我正是顾及着这点，所以不想和你们计较。可我对你们的耐心也仅限于此。江离书，赵生，我不再是曾经那个任人欺凌的孤女了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我，伤害我的外婆。我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没时间也没精力和不值得人纠缠。两人还想说些什么，研究中心的苏保人员上前拦住了他们。不好意思，先生们，此次的采访时间已经到了，请离开，不要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。他们心有不甘，却也不得不离开。走出一段路以后，江离书突然回头看向了我。念念，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，我不相信你的心可以这么狠，一点不念及往日的情分。我们的确是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，可我们会拿出诚意证明，我们对你的心从没有变过。赵生连连点头，总有一天你会原谅我们的。如今听到这些话，我只觉得可笑。前世今生，他们说辞一点都没变过。当年他们也是这样，拿着年少的情谊哄骗我，骗我嫁给他们，骗我独守空房，骗我蹉跎一生。我不明白，明明和他们一起长大的人是我，他们为什么不相信我，反倒为了一个认识没多久万露露如此伤害我？我也不明白，既然他们都爱上了万露露，为什么现在又要跑到我的面前装出一副爱我至深的模样？我不知道他们说的这些话是发自内心，还是为了万露露继续欺骗我。我只知道，我以后的人生和他们再无瓜葛，我也不想再见到这两人。
可我还是低估了这两人的耐心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研究中心的伙食好了不止1倍，从早到晚几乎都是我爱吃的饭菜。每天中午还有巧克力蛋糕按时送来，上到领导下到打扫阿姨，人人都有。师兄都忍不住感叹：念念，他们2个人是在追你吗？真是够阔绰的，你羡慕吗？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选择走这条路的，谁会在乎这些身外之物？是啊，我早就不是那个会被一块蛋糕、一句情话打动的小姑娘了。现在的我，有着光明璀璨的未来，有着美好的人生。江离书和赵生只是我漫长人生中微不足道的一点，可我越是对2人爱答不理，他们越是用心，流水一样的礼物送过来，闹到我苦不堪言。最后还是老师亲自出面，制止了这场荒唐的闹剧。我过了一段时间的安稳日子，可放假回家的时候，还是无法避免的和他们相见。这次再见，2人都憔悴了许多，一个高高在上的豪门继承人，一个桀骜不驯的富家公子，如今全都满脸憔悴，再无当初意气风发之态。我搀扶着外婆在院中散步晒太阳，2人却带着哭哭啼啼的万露露找到了我面前。念念，我们有话对你说，我知道你不想见我们，可这是最后一次，这些话要是不说出来，我们死都闭不上眼。我不想搭理，外婆却拍了拍我的手，去吧，有些事逃避是没有用的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总要做个了断。无奈，我只能把3人带进客厅。江离书和赵生一进门就跪了下来，面露哀伤，整个人好像都笼罩在无尽痛苦中。念念，你走后的一天晚上，我们2人做了一个相同的梦，梦里我们先后对你做了不好的事情，那个梦太真实了，真实的就像是发生过的一样。我们突然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要离开，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冷淡。我没有回应，面前的2个人却早已泪流满面。一旁的万露露突然冲到我面前，嚎啕大哭了起来。念念，你帮我求求情好不好？我没有想破坏你们的关系，我什么都没有做过，我只是单纯的喜欢2位哥哥，想报答你的恩情。住口！赵生扯过万露露，狠狠的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，他气得浑身都在发抖。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挑拨离间，我们才会和念念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藏在桌子底下的日记我们都看到了，你根本不喜欢我们，你蓄意接近我们，就是因为嫉妒念念，想通过我们伤害他。在他们的讲述下，我知道了许多困扰我2世的事情。万露露通过我掌握了江离书和赵生的全部喜好，将自己精心塑造成他们喜欢的样子，一会欲擒故纵，一会撒娇卖乖，像猫捉老鼠一样，把2人玩弄在股掌之中。眼见无法解释，万露露也不愿继续装下去，她双眼猩红地看着2个竹马，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：我是故意的有什么样？凭什么他生下来什么都有？我要靠他的施舍才能活下去，我的长相才貌都不比他差，为什么你们都死心塌地地喜欢他？我不甘心，我就是不甘心，我要亲手毁了他，我要让他知道他拥有的爱情只是我施舍给他的垃圾。赵生再也忍不下去，直接一脚踹在了万露露身上。他从小顽劣，打起架来不要命，这一次更是直接下了死手。我怕他们脏了苏家，急忙制止。够了，要闹去外边去，不要在我面前装模作样。念念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傻了，被他骗得团团转，忘了我们的过去，忘了你有多好。2人颓然地看着我，不约而同地在我面前失声痛哭。江离书不断喃喃自语：我对你的心其实一直都没变过，只是你那么聪明，那么优秀，我没有把握一定能追到你，所以就自欺欺人地相信了那些话。他们觉得这么做就可以将我拽入泥潭，就可以把我永远留在身边。可惜世事不会尽如人意，我挣扎着在泥潭中长出翅膀，飞向了遥远的远方。他们困不住我，也追不上我。万露露被打进了医院，毁容退学，江离书和赵生也被追责。我通过老师向江赵2家施压，
让他们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他们可以欺负无父无母的苏念，却欺负不了顽强向上的我。重回研究中心那天，阳光明媚。我不知道那3人未来如何，我知道我前方的路一片璀璨。接下来，我们进入第2个故事。怀孕7个月的我，羊水破裂，需要紧急抢救。只有身为产科主任的丈夫才有能力保住孩子。虽然情况迫在眉睫，但只要他回来，孩子就有的救。可孟于安的电话却打不通，最终剖出来的孩子活活窒息而死。我从手术室出来后，才看见林瑶瑶发的朋友圈。我说怀孕后很焦虑，于安哥直接带我来寺庙祈福了。配图是笑靥如花的林瑶瑶，旁边的孟于安正在虔诚地合十双手。我流下一滴泪，心如死灰。她刚怀孕，而我成型的孩子却死在了他们手上，来不及了，孩子已经没有呼吸了。一瞬间，我的大脑一片轰鸣，麻药半麻的药效还没过去，明明刚刚还能感觉得到孩子从腹腔中取出，怎么会没了呢？大伟，求求你救救孩子，一定还有希望的。护士听闻又拍了拍孩子的脚底，可还是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，鼻头一酸，眼眶霎时蓄满了泪水。医生摘下口罩，看着我的表情似有不忍。嫂子，节哀，你刚做完剖腹产手术，千万不能哭，要不然会引发羊水栓塞的，会大出血的。平时与我相熟的护士也来劝我，是啊，嫂子，你和孟主任以后还会有孩子的，千万别伤了身体，忍住不能哭。我推你回病房休息吧。我强忍下眼泪，倔强地抬头，用尽全身力气攥住医生的袖口。大伟，求求你再救救孩子，求求你了。大伟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嫂子，能做不足月婴儿呼吸道手术的，我们医院里就孟哥一个，可是他现在不在，我们都有心无力呀。我的脸上血色尽失，那一刹那，整个人仿佛被冰水从头到尾，心也凉得彻底。我指尖轻颤着收回了手。我和孟于安怀胎7月的孩子，因为羊水破裂做了剖腹产手术，危急关头，他却根本联系不上，一条条短信，一通通电话都仿佛石沉大海。孟于安没有任何回复。我安慰着自己，他可能在忙着医疗会议，毕竟前几日离开家时告诉我要出差。直到我看见林瑶瑶几小时前更新的朋友圈，于安哥知道我刚查出怀孕焦虑，于是带我来寺庙祈福了。配图中的林瑶瑶笑得温婉可爱，而我的丈夫则在她的身旁，虔诚地合十双手，为她的孩子祈祷。骤然间，胸口一阵奇异的尖锐疼痛，像是有锋利的刀刃，刀刀一笔一画刻在我的心上，又深又重，直迸溅出一路血珠。我大口大口的呼吸，却无法缓解几近窒息的感觉。林瑶瑶是孟于安大学时期的学妹，而她对她的照顾也远超乎了正常的同窗情谊。每当我觉得不开心时，她总是蹙着眉训斥我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瑶瑶的老公是海员，平时她经常一个人在家，现在又怀孕了，我怎么能不多照顾一点？哪怕是我怀孕以后，她也是事事都以林瑶瑶为先，甚至也要求我这么做。几次半夜打电话叫醒我，都是为了让我给林瑶瑶从公司调一些新出的营养品。我早就该明白，林瑶瑶才是她心尖上的人，怕她痛，怕她受委屈，更怕她难受。而我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人，过去种种我都可以忍，都可以视而不见。但是宫缩的疼痛，小腹的疼痛，隔壁病房传出来的婴儿啼哭声，都在告诉我，沈之渊，是你不争气，是你一次一次的给他伤害你的机会，才害死了自己的孩子。我忍着痛，含着泪，翻出了律师的电话：“徐律，帮我拟一份离婚协议书，我要离婚。”孩子没了的第3天，孟于安终于匆匆赶了过来，他身上的衣服还是林瑶瑶朋友圈的那套，隐隐约约还能闻到香水味。阿渊，怎么打了那么多电话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孟于安悻悻地靠过来拉我的手，表情是难以掩饰的心虚。
我那边忙着准备手术会议材料，没看到。做手术前，我和医院都打过无数次电话，却无意接通。明明孟于安作为医生，手机从来不会静音或者关机的，哪里是没接到，只是忙着陪林瑶瑶顾不得我了而已。给我换吊瓶的小护士倾身上前，嘴唇嗫嚅了下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被我眼疾手快地拉住。没事，就是羊水破了，紧急住院而已。我冲小护士点点头，示意她不用帮我讲这些出来，反正孩子已经没了，还不如成全她和小学妹。孟于安是产科主任，自然知道羊水破裂不是小事，脸上心虚的神色愈来愈重。他不自然地开口问：“我们的孩子没事吧？”我无声地笑了一下。窗外的落叶缓缓飘落。长久以来，孟于安总是这样，我需要时他总是不在，事后又来安抚几句。从前我还能骗骗自己，觉得他还是在乎我的，但是现在孩子没了，我想，但是我孩子没时，他正陪着林瑶瑶在外祈福，我再也骗不了自己。孩子现在没事了，得到我的答案。孟于安的表情终于轻松了不少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。我依旧淡淡，没什么反应。孟于安叹了口气，坐在床边把我揽进怀里。阿渊，你知道的，瑶瑶是我学妹，她刚怀孕很焦虑，她又自己一个人，所以我带她去祈个福。我听着她的解释，回想起自己怀孕7个月时，孕反身体难受到整夜睡不着，却也没见到她去替我们的孩子祈福。果然爱与不爱都是如此明显。我垂下眼帘，心里是无尽的苦涩与凄凉。而孟于安见我不说话，自以为说服了我，继续开口：“你也是孕妇，你肯定能理解瑶瑶的心情，对吧？”“嗯，我能理解。”我点点头，偏头拭去脸颊已经凉透了的泪水。我孕早期的时候也是孕反，什么都吃不下。我这里没事了，你去好好照顾她就行，不用在我身边。这句话里有几分绝望，也有几分赌气。我的心里似乎还有着微弱的亮光，期盼着他能做出什么反应。可是孟于安只是惊喜地从床边站起来，摸了摸我的发顶，眉眼间满是喜悦。阿渊，你终于理解我了。那这几天我先陪瑶瑶做些检查，你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就行，我不会不接了。说完，还未等我开口，他已经转身离开了病房。听着他越来越远的脚步声，我心脏处的钝痛变成了一柄刀翻脚，疼得有些喘不过气，心里那点最后的期冀也全部被扼杀。我又想到那个已经成型的孩子，孩子剖出来后，唯一能拯救他的父亲却始终了无音讯，最终活活因为窒息死在了我的面前。那一刻，说是痛不欲生也不为过。我咬住苍白的下唇，手里的被子越攥越紧。1周后出院，我独自一人办理好了所有手续。这1周，孟于安没有打过一通电话给我，而林瑶瑶的朋友圈却从没有断过。从孟于安买给她的一大堆补品，到他亲手给她孩子织的毛衣，再到每一顿精心制作的营养餐，这些都是我从未有过的待遇。怀孕以后，我没有几天是吃过热菜热饭的。孟于安总是推脱自己医院忙碌，检查的孕妇很多，现在却能专心的只陪在林瑶瑶身边。最新更新的一条，林瑶瑶的脖颈上挂着一条珍珠项链，那是我刚怀孕时孟于安许诺过会买给我的。很奇怪，在看到这些，我竟然也可以做到毫无波澜地刷过去。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了家，看着卧室里我为孩子准备的衣物和玩具，终究还是忍不住落泪。明明再有3个月，他就会降临在这个世界上了，心底如刀割一般的疼痛，让我觉得每吸一口空气都像酸涩的痛楚。我就这么抱着孩子的小衣服，在床上睡着了，昏昏沉沉，不知睡了多久。我听到客厅传来一阵嘈杂声，头痛欲裂。我在门缝里往外看，孟于安带了一群同学和朋友在家里吃饭，林瑶瑶也在。2人在饭桌上挨得很近，
他送给我的那条披肩，此刻也披在了他的身上。上学的时候，你们两个就走得近，我们还以为你俩会在一块呢。同学打趣着他们，暧昧的眼神在两人之间来回流转。林瑶瑶红着脸摇头：“你们快别瞎说了，我和于安哥已经各自成家了。”孟于安看出他的窘迫，拧着眉开口维护：“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还这么爱开玩笑？喝酒，酒过三巡，几个人都有些喝醉，垃圾和酒瓶扔了一地。我被吵得睡不着，想要让他们安静一些，却听见有人问孟于安：孟子没和瑶瑶在一起，现在和另一个女人成家了，你后悔不？”我屏住呼吸，看着孟于安的嘴唇一张一合。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有最完美的结局，我不会背叛我的妻子，现在以兄长的身份陪在他身边也足够了。他的目光落在沙发上睡着的林瑶瑶身上，里面似乎包含了无限的柔情蜜意。饶是做了这么久的心理建设，听到这些话，我还是顿觉锥心刺骨。原来我以为的情投意合，不过是他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我深呼吸，退回房间。夜间梦里，孟于安在我父亲的葬礼上紧紧把我揽在怀中，许诺会一辈子爱护我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我满脸的泪痕，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，客厅只留下遍地狼藉。我沉默着把房间里为孩子准备的所有东西打包好，全部捐了出去。晚上孟于安给我打来电话，医院晚上聚餐，带家属，我给你发个位置过来吧。我本不想去，可又想算是最后的道别吧。赶到餐厅包厢的时候，里面所有人都落了座，孟于安的身边坐着林瑶瑶。我进来的时候，她正在给他夹菜。嫂子，你来啦！其乐融融的交谈声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，一时之间氛围有些尴尬。还是大伟先来打圆场，给我搬了张椅子在孟于安另一边。嫂子，快坐，菜刚刚上桌。我刚一落座，孟于安给我盛了碗汤，脸上写满了慌乱与不安。阿渊，你别多想，正好刚刚瑶瑶在医院做检查，我就带她过来也吃顿饭。他安抚性地拍拍我的手背，估计是怕我当场发作。换做以前，我可能会闹得不可开交，可是我现在想开了，再也不会争辩无所谓的事情了。我点点头，只专心喝着自己碗里的汤。听到隔壁的几个小护士在交谈声，怎么回事？孟主任怎么带别的女人过来的？还让嫂子自己打车过来？谁知道呢？孟主任对这个学妹可上心了，每次她孕检，她都在旁边盯着，紧张的不得了。对嫂子都没这么上心。我假装没听见，没做出任何反应。事到如今，孟于安和林瑶瑶再怎么样，我也不在乎了。几个平时和孟于安相熟的医生出声打圆场，总算把场子重新热起来。喝了点酒，大伟的脸憋得通红，真性情地端着酒杯站在我面前。嫂子，孩子的事你别伤心了，你和孟哥还年轻，以后还有机会的。孟于安一头雾水，却也正色地开口问：大伟，你说什么呢？孩子怎么了？大伟的酒瞬间醒了一半，手也僵在孟于安的肩膀上。哥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嫂子那天羊水破了，做了剖腹产手术，孩子因为窒息没了。大伟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孟于安却激动地站起来，顺便带倒了桌上的杯子，玻璃碎裂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大伟，你再说一遍。他大掌用力地握住大伟的肩膀，双眼瞬间猩红，整个包厢安静得可怕，只剩下孟于安的喘气声。他的胸膛起伏，弓起身子，做出近乎于祈求的姿态，似乎很害怕听到答案。嫂子，大伟被他这样的状态吓到，目光瞥向我求助。没事，你说吧。我表情没变，泰然自若地低头继续吃菜。孟哥，孩子没了。那天嫂子羊水破了，孩子剖出来就窒息状态，整个医院又只有你会做婴儿的呼吸道手术，你的电话也打不通。听到这话，孟于安浑身泄了力，
失魂落魄地靠在窗台上，全场的人面面相觑，没有人敢说话，只有他旁边的林瑶瑶站起来，想要拉住他，却被孟于安一挥，狠狠地摔在地上。他的手掌按在玻璃碎片上，手掌霎时见了血。林瑶瑶梨花带雨地哭起来：“于安哥，你怎么了？”平时最为心疼他的孟于安却置若罔闻，发疯一般凑过来想看我的小腹。你们一定是在骗我，对吧？孩子7个月了，好好的，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呢？他的大掌落下来，却只摸到了外套下平坦的小腹。孟于安这才发现，那里空落落的，显然不像正常7个月的孕妇。他心脏突地一跳，几乎感受到了真切的疼痛。阿渊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我撂下筷子，被他强迫着转过身子。我是去眼角滑下的一滴泪，唇边挂上讥讽的笑容。孟于安，做手术那天，我和医院给你打了几10通电话，你一个也没接，反而在陪着林瑶瑶给她的孩子祈福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孩子都已经成型了，剖出来却活活窒息死了。我毫不掩饰眼里的恨意，一字一句说得清晰。这全都是因为你。我每说一句，孟于安的身子就弓得越低，脸上的痛苦清晰可见，可我却没有任何痛快的感觉。他也觉得心痛吗？可是我的孩子再也回不来了，大家抱歉，我先走了。我甩开身上孟于安的束缚，径直往外面走。他想追出来，却被林瑶瑶捉住衣摆。于安哥，我手受伤了。他摆出以往最惹他心疼的表情，此刻的男人却无动于衷。滚开！孟于安跑出来。静谧的走廊里只有我们2个人拉扯不休。阿渊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回来的那么晚，我不该错过最佳抢救的时间，让我们的孩子没了，让你一个人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。对不起。他顿时感觉喉咙哽咽起来，嘴角不自觉地抽动几下。孟于安努力地压抑着自己颤抖的声音，泪水却再也控制不住，顺着脸颊淌落下来。他究竟都做了些什么？一颗心扑在别的女人身上，竟然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孩子。孟于安，如果有心，你也不会一直到现在还没发现我身体上的变化。我毫不留情地戳破他的最后心理防线，就如同他往常对我一样。事实证明，你不配当孩子的父亲，所以他宁愿不来。那天饭局过后，我拒绝和孟于安见面，律师帮我拟好了离婚协议书，我把商量离婚事宜也全权委托给了徐律师。我清理好家里属于我的全部痕迹，卧室挂着的婚纱照被我扔掉，孟于安娶我时亲手写的婚书被我烧毁，最后连我一直视若珍宝的婚戒被我摘下。这枚戒指对我来说意义非凡，因为是孟于安刚升职为主任时买给我的。就在同一天，他向我求婚了。我盯着钻并不大的戒指看了一会，然后和离婚协议书放在一起，家里焕然一新，就仿佛我和孟于安刚搬进来那样。最后，我把给孩子准备的衣物和辅食整理放在床边，我嘲讽地勾勾嘴角。我们的孩子用不到了，他还可以拿给林瑶瑶的孩子用。搬出去后，我用公司的补贴名额租了一套市中心的房子，虽然不大，但是上班方便多了。因为怀孕，我已经休假半年了，现在孩子没了，我也申请复职重新工作。起初，由于失恋和不适应，我整夜的失眠，好不容易入睡后，又会在梦境中回想起和孟于安曾经的美好回忆。最初和孟于安相识是在陪表姐产检，那时候他还只是普通的医师，刚转正入职不久，表姐怀胎不稳，经常跑医院，而孟于安认真负责，对待表姐耐心温柔，对我也是关照有加。一来二去，我们添加了联系方式，以后也经常见面。恋爱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婚后不久，我的父亲因为疾病去世，在葬礼上，我哭成泪人，方寸大乱。是孟于安把我紧紧揽在怀里，许诺会一辈子照顾我、爱护我，说会一辈子让我有所依靠。可是他的一辈子太过短暂，结婚不过3年，便匆匆忘却了初心，
或者说，他的真心从来就不在我的身上。夜半惊醒时，我总是满脸的泪。后来我不愿意再想起这些，索性不再入睡，投入工作的新项目中。这期间，孟于安的电话不断，通过徐律师几次提出想要和我见面，但是都被我拒绝了。徐律师为难地开口：“沈女士，孟先生这边说要和您见面聊，否则不会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。”我怒极反笑，属实是没想到孟于安竟然不想离婚，还在苦苦纠缠。明明我主动提出离婚，他能更名正言顺地陪在林瑶瑶身边。没事，耗着吧。3天后下班时，我看见了等在公司门口的孟于安。彼时我刚从经理那里我可以升职的好消息，心里盘算着邀请几位同事一起吃饭庆祝。见到他的那一瞬间，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。时隔3个月再见面，他整个人看起来颓废了许多，原本挺直的脊背抽条了般压低，他的眼球布满血丝，眼窝深陷，胡茬遍布，身上的衣服也是皱皱巴巴。初冬的天气，孟于安只穿了一件毛呢大衣，我认出那是刚结婚时我买给他的。我原本想装作没看见，径直掠过，却被他抓住手腕。阿渊，我们能谈谈吗？孟于安的语气温柔，甚至带了几分讨好性的小心翼翼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和你道歉，我们以后好好的过日子，我们还会再有孩子。听到孩子2个字，原本漫不经心的我被触及到了内心深处的悲痛，我眼皮蓦地一跳，唇边勾起嘲讽的弧度。孟于安，你是从哪里来的自信，觉得我还会像以前一样毫无底线地留在你身边？冷风四起，凛冽的寒意从领口钻进身体里，我浑身冷，心更冷。从前你再怎么冷落我，我都可以接受，可是因为你，我们的孩子没有了，你让我怎么再继续妥协和忍让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觉得你勾勾手指我就能回去？你真是太自私了。我轻而易举甩开他的束缚，后退几步拉开距离。孟于安的表情染上几分痛苦，眼眶中也蓄满了泪水。我知道，阿渊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但是我从今以后都不会了。我和林瑶瑶已经说清楚了，以后不会再和他产生任何交集，我也不会让你一次又一次的受委屈了。他弓起身子，做出一个祈求的姿势。我羊水破裂时，需要你来给剖出来的孩子做手术，你却电话都打不通，在为别的女人忙前忙后。而且那次你们在家里聚餐，我都听到了。在他错愕和痛苦的眼神中，我毫不留情地用言语凌迟着他。我听到你的心意了，原来你从始至终都没有爱过我，和我在一起只是你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阿渊，孟于安动了动嘴唇，却什么都没说出来。余晖映照在他的脸上，眼眶里的泪水微微泛着光。这双我曾经最为之沉溺的眸子，现在却只让我觉得恶心反胃。孟于安，我们的婚姻早就在孩子离开的那一刻就走到尽头了。听着我的话，孟于安止不住红着眼圈摇头。可我不会心软，曾经我给过他无数次机会，为此来证明我的选择没有错。现在看到他痛心疾首的模样，我心里没有半分动容，迟来的深情我已经不再需要了。孟于安想抓住我的手，却扑了个空。阿渊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叫的车缓缓停在面前，我径直上了车，没再纠缠。关上车门的最后一瞬间，我听到了孟于安崩溃的哭声，可是我一次都没有回头。那天以后，徐律师告诉我，孟于安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好了字，等待离婚冷静期的时间。我还去灵京出了趟差，升职以后，我就要到遥远的灵京总部入职，离这些以往的人和事都远远的。或许这就是我崭新人生的起始点。大概1周之后，我接到了好友文文的电话。阿渊，你知道吗？孟于安被医院辞退了。站在公司总部偌大的阳台往下看，是遍地的灯火通明与车水马龙。我呼出一口浊气，定了定心神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知道他和林瑶瑶怎么了。
我听说他以孟于安玩忽职守为理由闹到医院了。林瑶瑶说，孟于安给她服用的保胎药和营养餐都有问题，孩子滑胎了，甚至她老公都赶回来了，两个人每天都堵到医院要他们给个说法。我倒没想到事情是这么个发展，怎么会？孟于安对林瑶瑶关照得很，她怎么会滑胎呢？我蹙眉，实在不解。这话不假，孟于安恨不得把什么好东西都捧给林瑶瑶。甚至她孕反不舒服，还特意去寺庙祈福。要说他有意害林瑶瑶，我也是不相信的。谁知道呢？可能有什么事情没谈妥吧。和文文通过电话之后，我在同城热门刷到了一条视频，点进去，里面的身影赫然就是孟于安和林瑶瑶夫妻二人，三个人站在医院楼梯间。没说几句话，林瑶瑶的丈夫宋岩就伸手掌固住了孟于安的脖颈，嘴里还不停大骂：“你个庸医，亏你还是什么妇产科主任！我老婆说你是她学长，我才放心让你照顾她，结果怎么给我孩子照顾没了？”孟于安身体羸弱，自然不是长期做海员的宋岩的对手，他只能尽量稳住心神，耐心解释：“宋先生，我能保证对你妻子的所有吃喝都有特别注意，之前已经是特殊关照了。怎么我没管几天，孩子就出问题了？你倒是要问问他自己吧。”那天饭局过后，孟于安和林瑶瑶彻底决裂，两个人确实已经不再联系了。而一旁的林瑶瑶看着剑拔弩张的两个人，只是一个劲的落泪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宋岩也是个急性子，看孟于安不承认，直接动手一拳揍了上去，两人很快扭打在一起。我心里没有什么起伏波澜，只是止不住的冷笑。视频在网上被转载多次，舆论发酵得很快。医院由于压力选择辞退孟于安，而宋岩也由于动手伤人被拘留。孟于安并不同意私下调解，原来孟于安口口声声的真挚的爱情，到头来也不过是这样的结果。闹剧过后，孟于安托在医院的其他同事诊断出林瑶瑶滑胎的真正原因，原来是她自己耐不住寂寞，跑出去和朋友喝酒，下台阶的时候重重摔了一跤，导致的流产。宋岩知道以后，觉得没面子，硬要起诉离婚。林瑶瑶自然苦苦哀求不肯。孟于安虽然在这件事情上证明了清白，却牵扯出了更多他在任职期间私下收费的情况，面临着锒铛入狱。这些都是我从未知情的。记忆中那个干净纯粹的男孩，终究是变了。和孟于安拿到离婚证后，我赶着去参加公司的年会，羽绒服里面穿着一身白色的中长裙，上面点缀着许多小珍珠，棕色的长发盘起来，用一个百合簪子固定住。婚后我几乎没有再打扮过。孟于安看到我的那一刻，眼眸里闪过一丝惊艳。从民政局出来后，他在背后叫住我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我并不想多说，语气冷淡，目光中没有一丝情绪，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。“我还有事，赶时间，我就想来找你说几句话。”孟于安的眼神瞬间落寞下来，他苦笑着，面上愁容不散，月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这才发觉，他消瘦了许多。从前是我对你太过疏忽，甚至怀孕以后也没有用心对你，满心满眼想的全是另一个人。想再想想，我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滚蛋，满腔真心付错了人。我冷眼看着他，声音越来越颤抖，心里毫无波澜。孟于安声音有些低哑，情绪难以压制。我只觉得你每一次争吵都是妒忌。我和林瑶瑶清清白白，就算我心思不纯正，但是从未越界。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偏激，可是后来我站在你的立场上思考，也会被我的行为伤到，也会感到心寒。其实当初我也有想过和林瑶瑶断了所有联系，认真回归于家庭，可是她的每一次主动联系，我都难以抗拒。孟于安抬手捂住眼睛，说话的声音愈发颤抖，还带着几分哽咽。可是阿渊，我现在想清楚了，我想携手共度余生的人只有你，
可是我的人生不希望再有你的参与了。我的声音冷冷清清，忽略掉他痛苦崩溃的模样，嘲讽地对他说：“你根本就不配当我的丈夫，更不配当我孩子的父亲。”说完，我转头上了公司的车，听到了他在背后啜泣哽咽的声音，但是一次也没有回过头。年会的开场语结束，我被邀请到台上发言。我站在台上，觥筹交错的聚光灯只汇集在我一个人的身上。半年前，我还只是囚困于婚姻家庭里面的妻子，一味的容忍、退让，亲手赋予了孟于安伤害我的权利，甚至最后孩子也由此离去。可是当我远离让我内耗的人后，我才发觉这个世界有多么开阔。时至今日，想起那日孩子被推走的画面，我仍然觉得痛如剜心。但是我不会停下脚步，我会带着自己和孩子的期冀，继续努力走下去。感到眼眶温热，我举起话筒，感谢所有人对我的帮助，感谢公司给予我的机会。从今以后，我会再接再厉，永不停止前进的脚步。年会结束后，我搬到临京的公寓中，在那里过了年，并且年后顺利入职。期间，我接到过一次朋友文文的电话，孟于安还是进去了。贪污的钱财并不是小数目，被判了5年。林瑶瑶的老公也和她离婚了，他们自食恶果，和我再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挂断电话，继续为新项目的策划做准备。如此，新春萌芽，人生璀璨而明媚，新的春天来临，属于我的新人生也由此重新起航。我将坚守热爱，脚踏实地，将过往的悲痛与伤怀化为前进的动力，不负青春和好时光。熬了一个通宵，做完新策划，醒来时看到远处缓缓升起的一轮红日。薄雾弥漫的早晨，空气潮湿而清冷，遥远的东方天际上露出明媚的曙光，将天际涂抹得绚烂多彩。我紧了紧肩膀的披肩，笑得舒心愉悦。幸好我不愿放弃，坚信那些黑暗只是黎明前的黄昏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